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根爸爸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个摇杆。那为什么要拍这期视频呢？是因为一个日本的观众啊，说我以前那几期视频，每一期就是在维修这个摇杆的时候，这个拆解的过程啊，拍的不详细。他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能拆开这个摇杆，然后把它修复了。所以呢，我就今天录这期视频，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安全的打开原装的1代的摇杆吧。然后呢，怎么样把它修复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今天啊有这么一个手柄啊，这个手柄呢我还没有修，然后呢它这个摇杆是有问题的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动作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先把这个摇杆取出来。那取出来的过程我就不拍了，我们重点是怎么样拆这个摇杆。OK， 刚才呢我花了点时间已经把这个摇杆取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原装的1代的摇杆啊。总体感觉啊，从它这个帽上面看来啊，磨损不是很严重了，因为是右边的手柄，感觉应该还行。但是我却发现它这个密封圈啊，这个橡胶盖已经破了，这点很不好，到时候给它换一个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拆开来。那拆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是要用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是一直用这一把美工刀。那美工刀呢，我喜欢用这个大号的，就尺寸比较大的美工刀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来进入主题了。一般性啊，我怎么拆呢？拿这个美工刀啊，往这个线往下啊，这有2个卡扣，这是1个卡扣嘛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把这个刀插进去，就这样轻轻的插进去，然后往外撬，把这个卡扣从这个塑料这个地方撬开来。然后呢，你再往下给它拉一点，拉一点了以后啊，就变成现在这个状态了。它这个板啊会往外面这个拉的趋势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两边这2个钩子给解开。怎么解呢？就是你再用这个刀轻轻的啊，别把自己的手割到，稍微撬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就开了，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转回去，把这个扣子也解开。这边跟这边都解开了以后呢，那就方便了，再把这个刀伸到下面，然后直接把它拉出来。这里不够的话，在这里再撬一下。我现在拖不回来，为什么呢？这边啊又进去了，这个地方又卡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再给它撬一下。OK， 听到啪的一声没有？这样就已经彻底解开了。然后呢，撬一下，完事，这样就出来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摇杆可能情况还可以啊，看里面这个白粉的情况，这个摇杆现在状况是非常的糟糕，其实就不知道吧，清扫了以后啊，它状态会好不好啊？但因为各种零件都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。然后我的经验上呢，大家记住啊，这2个滑轨，这2个零件啊，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方向这样放着，别搞混了。这个也是，它这个点啊是往下的，那回头我们装回去的时候也往这个方向装，这样呢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，如果搞混了，问题也不大了，因为这些元件本来就是通用的。然后装配上面，这个头的上下也是没有方向的了，它们是随机装配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底面。为什么会造成它漂移呢？就是因为这个触点上面有脏东西啊，这个跟这个碳膜上面有脏东西，上面有那么多灰啊，然后你看到这边是磨损的地方。那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把里面灰全清光，然后呢把这几个触点擦得干干净净，再装回去就 OK 了。首先用普通的毛刷把每个零件给弄干净。这个东西已经破了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把它装回去，如果你有另外的坏掉的摇杆，你可以拆一个好的过来装回去，待会儿我找个好的给它装回去。这种摇杆里面出粉末啊，磨损情况一般是啊，有些呢是使用时间比较长，有些呢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啊，有些人特别喜欢用很大的力气啊，那你力气大的摁在上面，这个塑料就会磨损。好了，最后就是关键这个膜。粉是弄干净了，但上面这个碳膜的磨损啊，非常的严重啊。接下来可以用棉花棒啊，然后蘸点酒精。那有的朋友问我家里没有酒精怎么办？能不能用医用酒精？那我的答案是可以，但是呢，你用医用酒精的话，你要注意啊，给它擦完了以后呢，要用干的棉花棒给它擦干净。
我这酒精太湿太多了，给它抹掉点。如果你连医用酒精也没有的话，那么其实弄点纯水啊，给它擦完了以后呢，再用吹风机给它吹干，其实问题也不大了。你必须要用点液体给它擦，不然啊擦不干净的。看到没有，棉花棒变黑了。我们来拿近看一下，反光下面看一下。现在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状态。那平时呢，我还习惯啊，用酒精清洁完之后呢，然后在上面涂一层这种油啊。我刚开始是用这种低粘度的油啊，然后发现低粘度油容易挥发了，那这个高粘度的油会残留一些，这样的话可能更持久一点。这种油呢，在百元店有的卖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嘛，也没有关系啊，不涂就不涂了。如果有的话，或者说你想让它持久一点的话，那去百元店买一瓶这个，给它涂一点，应该是挺好的。那涂抹的方法呢，就是这样子了，往这个棉花棒另外一头，我们给它喷一点上去，千万不要直接喷哦，直接喷的话，你这个量没法控制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有这层油的话呢，它可能持久很多啊，这个油可以抗氧化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安装回去了啊。那怎么安装呢？就这样子，我们先放这两个，方向不能让它反，尽量别反了。然后再放这个，然后再放这个啊，我得找一个橡胶片、密封圈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外面的脏东西很容易进去啊，它寿命不会太长。OK， 那我从其他废的摇杆上面拆了一个好的这个橡胶圈。那我们把它套到它本身这个摇杆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横过来，这样放进去。这个东西本来是向下的，我们就这样把它转过来。接下来呢，放这个元件，就这么放进去。然后呢，再放这个元件。然后呢，别忘了放这个垫圈，虽然这个垫圈不放也能正常了。这样的话，下面这个组件就准备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准备这个底座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软的板子放进去，这边有个凸起的，要卡到这个槽里去啊。正好啊，这边有个地方能让你插进去。接下来这个装配是最难的了。我一般性呢习惯是这个样子，你把它转过来啊。你要把这个东西啊，先从这个孔里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斜着进去。这个东西先过去，过去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，这边进去以后呢，然后你再往前推一下，好，这么一来，这两个地方就进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个问题，你这弹簧还没进去，对不对？那很方便哦，确保里面东西没掉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弹簧这样压进去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从这个地方用镊子把这弹簧往里面扯，让它这个中心这个地方卡进去。OK 了。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合上，对不对？你要先确认这个东西啊，回弹是不是 OK 的。那我现在发现是好的。如果啊不好的话，肯定是这两个滑片啊没有卡进去，你就用镊子伸进去，把它推一下，推到这个东西弹起来就 OK 了。那我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已经到位了，所以呢我只要把它合起来就可以了。怎么合呢？就最后一步是非常简单的，你找个这样的细的螺丝刀伸到这个里面去，然后呢用指甲扣住这个地方，往前面拉，给它拉一下 OK， 这个时候就拉到这个地方就扣住了。你在扣之前最好再确认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好的，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往下一按，这样就结束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形啊，这一点变形没有关系，你用手给它按一下，那么这个摇杆就已经修好了。那我们再把它装回去。OK 了，刚才呢我又把这个摇杆装到这个手柄上，简单的装了一下。现在我们来测一下它的功能啊。那现在这是一个矫正的画面，我摁了以后呢，它现在到上面去了。但是呢，有没有发现它很稳定啊？那我们现在矫正一下了。还是在老地方，为什么呢？要 reset 一下。那现在这个排线没装，那我现在再搞一下啊。
OK 啊，刚刚那个装那个排线太麻烦了，我就把这个东西电源关掉，然后再连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现在就在中心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这期视频可以帮到不方便购买摇杆的朋友了。好了，拜拜。